1999年澳门回归时，各省都送了哪些贵重贺礼？而这些贺礼又各有什么寓意？我们又该去哪儿参观这些贺礼呢？在今天这期视频中，我们就一起来到澳门，走进澳门回归贺礼陈列馆，来逐一细看馆藏的33件珍贵贺礼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澳门回归贺礼陈列馆啊，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。我是在2024年11月去的澳门回归贺礼陈列馆，它位于澳门文化中心附近，建议坐金沙的发财车过去，下车走几百米就到了。这家展览馆票价免费，无需预约，但时间卡得比较严格，说上午10点营业就是10点营业，早1分钟都不能进。进去之后，跟着箭头方向走就能找到展馆。现在我们准备开始看展了。第一件展品是一朵金色的大莲花，这是国务院送的礼品，叫做盛世莲花。澳门行政区的区旗就是莲花，这件礼品用的就是这个造型。它的材料是青铜，外面则用了贴金工艺，而基座的部分用的则是红色的花岗岩。这件是来自中央的礼物，所以放在了开头的位置。河北赠送的礼物叫做金狮欢腾九州图，这是用花丝镶嵌工艺制作出来的工艺品，工艺的发轫地则是河北大厂县。具体的做法是先把金银等金属加工成细丝，然后塑造出轮廓，在此基础上雕刻出花纹，最后将宝石、玉石、珍珠等装饰物镶嵌在上边。上面大球上的34颗宝石代表的便是中国的34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。甘肃的礼物叫做敦煌祭月庆回归，顾名思义，这上边的飞天和祭月天必然是有文物原型的，这原型当然就是来源于敦煌的壁画。而眼前这一整套的铜雕则是用石蜡法铸造出来的，外层则用了鎏金工艺，其总高度为1999毫米。这个数字纪念的就是澳门于1999年回归祖国的历史记忆。贵州的礼物叫做欢乐鼓，其主体是个大铜鼓，这在西南地区是很常见的乐器。下面的支架则是凤凰的造型，最底层的4个基座则是龙龟的造型，其余的地方则雕刻了各种各样的祥瑞图案。看最上方的凤凰眼睛，镶嵌的则是贵州当地产的红宝石。贵州的矿产资源很丰富的，所以把当地产的宝石镶在国礼上，当然也不稀奇了。陕西的礼品是铸铜雕塑8级圆盒，造型也是一个大莲花，工艺则是铸铜贴金，和国务院那件的工艺差不多。而这8个大花瓣上边雕刻的则是关中8景，属于是既给澳门送出了祝福，又做出了老陕的自家特色。湖北送了一套编钟，它的名字叫做普天同庆，这是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重新设计铸造出来的作品，也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祥瑞纹样，还增加了富丽堂皇的彩绘。它所体现出来的则是湖北地区的楚国韵味。江西送的是一对大瓷瓶子，名叫百合图，毕竟江西有景德镇嘛，送瓷器当然就很应景了。眼前这件瓷器所采用的工艺叫做青花斗彩，也就是右面下有一层青花颜色，右面上再加一层彩色，2层彩色可以互相拼斗，故名斗彩。它上边一共有99朵荷花，加上澳门就是100朵。百合谐音百合，寓意祖国盛世祥和。下一件不看展牌你也知道是四川送的，这又是蜀绣又是熊猫的，试问还有谁？蜀绣是中国4大名绣之一，它的名气很响亮，好多人都知道它。中间这些熊猫所在的地方则是四川的九寨沟，可见这件蜀绣作品全是基于四川自身的元素制作而成的。这幅图的名字就叫做九寨沟大熊猫图。浙江送的礼品叫做沧海环珠，这是一件竹编工艺品，哪怕是单独看它的基座都能看出竹编的纹理来。造型则是2条龙1颗宝珠，是将传统的2龙戏珠造型给做了全新的演绎。龙代表的当然就是祖国，因为我们都是龙的传人。宝珠代表的则是澳门这一颗南海明珠，合并到一起便是澳门回归祖国时的喜悦重逢场面。天津赠送的礼品叫做连年有余，这个画面用的是天津杨柳青年画的经典皮肤，也就是胖娃娃抱大鱼。平时这就是一幅画，但给澳门送礼就加做了红木的外框，下边是镂空的月季花纹样，是天津市市花。此外画面里还增加了莲花，这代表的就是澳门。
相当于是同时突出了天津和澳门的特色。广西赠送的是一面屏风，叫做八桂欢歌迎归雁。这个屏风可了不得，它是用广西产的各种宝石镶嵌出来的一幅屏风画。做这一件礼品一共用了73000多颗宝石。看后面的造型，右侧是桂林的象鼻山，中间是城阳风雨桥，左边是澳门的大3-8牌坊，寓意澳门回归祖国后便与我们连接到了一起。下一件一看造型就知道是云南的贺礼，这是一件紫铜贴金雕塑，名叫吉象宝莲。最顶端是象征澳门的莲花，承托它的是3只连体金象，吉象的谐音就是吉祥。下方的鼓形座用的则是青铜器的造型，把这些合并到一起，便体现出了云南地区的地域特色。它的高度也是1999毫米，其寓意不言而喻。下一件日晷是河南的礼品，它是用玉做的九龙晷，材料则是南洋独山玉，它是中国古代4大名玉之一，也被称为河南玉。为了雕这块九龙晷，河南省特意选了一块800多公斤的大玉料，雕出了眼前的这件工艺品。晷的谐音就是归，意为回归，再加上周边的9条龙，其寓意变为99归一。山西送了一座木雕鹳雀楼，鹳雀楼大家都知道，那是中国4大名楼之一，它所承载的文化回忆可不是一般古建筑所能比的。它的斗拱是仿唐的斗拱，其多用人字拱和一斗3声拱，也兼用了一些双邈双下昂的复杂斗拱。这类的斗拱造型大概率来自佛光寺的东大殿，其顶层4面出爆煞，螭尾则是古早的造型，可以说是把全部的细节都给复刻进来了。重庆送的礼品叫做峡江百年情丝，它的构成包括上面9只金鸟，中间的3峡石以及下方的铁座。3峡石不是三峡的普通石头，而是精显出的造型特殊的3峡奇石。上面的9只金鸟也是99归一的寓意，下方的基座是8棱柱，描绘的则是各类的代表吉祥如意的纹样。青海送的礼品名叫江河源，也是一件玉雕，虽然个头不大，但它的材料不一般，这用的可是昆仑山中的唐玉。而玉雕中流泻而下的2条瀑布，指的则是长江与黄河，这2条河流都发源于青海，怪不得叫做江河源。西藏赠送的礼品是一件艺术挂毯，名为山高水长，是先用羊毛织成毯，然后再用矿物染料上色，上面画的图案则是从布达拉宫出发，经一条彩虹跨越江海，连接对岸。对面虽然没有明确表达出来，但我们也能知道对面就是澳门。这就意味着虽然山高水长，但也是天涯若比邻。辽宁的礼物也是一件玉雕，名为团圆，它用的材料叫做绣玉，这是一种产自辽宁的著名玉料。它的前景是9个狮子滚绣球，后面则是明月下的玉兔，这明显是中秋团圆的气氛。回归就是团圆，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，1999年也是兔年，雕个兔子再合适不过了。香港送的礼物是一件挂毯，名为繁荣的香港。挂毯上的画面则是香港的繁华地段，那是香港最富有魅力的一面。而且当时的香港已经回归2年了，它和澳门一样是一国2制下的特别行政区，所以这份祝愿就额外多了一层含义。这是当时港澳两地对美好明天的共同期待。新疆送的是一件纯羊毛地毯，名为哈纳斯风光。哈纳斯湖是新疆的一个景区，风景很美，而且40景致不同。挂毯中所展示的则是此处的秋季景色，其湖水澄澈如镜，而后方的叶子也大都被染上了秋天的颜色。话说新疆的山水是真的美，绝对非常值得我们去好好看看。黑龙江送的是对瓶白莲归春，这2个大瓶子高达1999毫米，它们不是直接用瓷或者木头做的，而是用1万颗山核桃粘贴出来的。同时核桃本身也是凸凹不平的，就逐渐变成了镂空的样子。而侧面平耳的位置则是2朵象征澳门的白莲花，这些则是用白玉雕刻而成的。山东送的是铸铜工艺品齐鲁风情迎和瓶，这是用仿古铜工艺铸造而成的一个大瓶子，仿古仿的是古代的青铜器，并把那些古老的纹饰放在了全新的工艺品上。瓶子的造型是上圆下方，取的是天圆地方之意，其总重量为880公斤，寄托的是当时山东8800万人民对澳门的美好祝愿。广东的礼品叫做九州同心，这位更是重量级，它从上往下分别是玉球、莲花和钻石3个部分。
最上方的大玉球是9层9孔，寓意99归一的大团圆，它的直径是888毫米，寓意是澳门回归后就发。老广的吉祥话确实有一套，中间的大莲花象征着澳门，把它和大玉球连接到一起，则是花好月圆之意。最下方的钻石则一共有56个切面，它象征的则是56个民族了。另外，它的高度也是1999毫米，很多省的礼品都做到了这一点。但老广这件的宽度是1220毫米，寓意澳门是12月20日回归的，这个细节还是很到位的。海南送的礼品是一对瓶子，分别叫做椰树传说和天涯欢歌，这两个还是挺好辨认的。有一棵大椰树的瓶子就是椰树传说，树下有几个小人的瓶子就是天涯欢歌。这两个瓶子都是椰雕嵌贝花瓶，也就是用椰子壳做瓶子，再用夜光螺的壳镶嵌出图案来。单是做这两个大瓶子就用了5200个海南椰子壳。湖南的贺礼叫做龙球，它是用湖南当地产的菊花石雕刻出来的作品，它的最外侧雕刻的是5条飞龙，象征的是繁荣与腾飞。另外内侧还套着一个小球，也是龙形雕刻。这个球里套球的雕刻可比单纯做一个镂空的雕刻要难得多了。宁夏的贺礼叫做九阳启泰凤归图，这是用宁夏特有的贺兰石为材料雕刻出来的作品。右下角的那只大羊是贺兰山岩羊，它的附近还雕刻了8只羊的远景，一共有9只羊，合到一起就是九阳启泰。那么凤归图是哪里呢？左上角的图案就是，这是一个首尾相衔的凤凰，寓意凤凰回归，把它和岩羊放在一起，便是宁夏对澳门回归的盼望之情。江苏省没有送出13件礼物，而是送了一件雕刻艺术品，名为花好月圆。这是用2种木料雕刻出来的，浅色的是檀香木，深色的是紫檀木。中间悬挂的白色小零件则是用翡翠制作而成的。总体的造型则是一个放在架子上的公扇，上面的花朵纹饰中同时表现出了莲花、梅花和牡丹，这分别代表澳门、江苏和中国。虽然中国的国花没有定论，但根据之前的投票显示，支持牡丹当国花的人数是压倒性的多，所以用在这里也是很合适的。内蒙古的礼物叫做金马尊，它是按照内蒙古的几件文物重新复刻组合出的一件新工艺品。仔细看下面的区域，就不难看出玉猪龙的影子，它是用白银做的，上面镶嵌了绿色的翡翠，而最上方的马则是用黄金做的。它既代表了蒙古人的马上历史，也祝愿澳门回归后能马上奔腾更进一步。吉林赠送的礼物叫做长白情，它所用的材料是长白山的紫椴木，雕刻出的则是2只梅花鹿，一大一小，大鹿就是大陆，小鹿则代表澳门。木雕总体来说气势粗犷且恢宏，颇有东北人的豪迈气势。福建的礼物叫做春满大地，这是用福建当地产的寿山石雕刻而成的，其背景则是福建的名景区武夷山，下边的树则是福建当地常见的榕树。我去年逛泉州、福州的时候都没少看到榕树，这算是把福建当地的特色给复刻进了工艺品中去。安徽的礼物叫做回归镜，主体部分是一面周长1999毫米的铜镜，上面雕刻的迎客松便是黄山的迎客松。迎客松对面的高楼大厦则代表澳门，中间连接起来的大桥则是安徽欢迎澳门回归的态度。拖着铜镜的基座则是根雕，寓意则是澳门回归，落叶归根。上海的礼品叫做深城庆龟，这是用水晶玻璃打造出了一朵透明的白玉兰，白玉兰恰好又是上海市的市花，中间则是上海地标建筑群，那是上海过往这些年的发展成就，而且这些建筑模型都是用18K 金制作而成的。最后收尾的礼物是北京的雕漆盘花好月圆，这是用铜或木料做胎，然后涂上几十上百层的彩色漆，再雕刻成各种各样的花纹。它后面那一大片古建筑很明显是颐和园，前面的小片建筑则是澳门的妈祖庙，连接他们的大桥则是澳门友谊大桥，这便是澳门回归后与祖国连为一体的场面具象化。至此，我们就彻底看完了澳门回归贺礼陈列馆中的33件礼品。其实馆内还有其他展厅，那些改天再说。单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回归贺礼就已经足够震撼了，每一件都是重量级。他们所用的材料是各省出产的珍贵材料，所用的加工工艺大概率是当地的非遗工艺所做出的图案，大概率是澳门和当地象征符号的融合。
可以说是既欢迎了回归的澳门，又做了自我介绍，总体的观感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。更何况这家展馆是免费对外开放的，所以说如果你们来到澳门，这个陈列馆简直就是必来，绝对不能错过的那种，不然就太亏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